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習慣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套來自耶魯大學的協作劇本，它不只是一套學術理論，更是一套實戰方法，教我們怎麼打破組織內部那些看不見的高牆，去創造真正的影響力。不管在哪個產業，這套思維都可能為你的團隊帶來意想不到的突破。好，我們馬上切入一個幾乎所有組織都會遇到的痛點。為什麼我們常常把一群最頂尖、最優秀的人才放在一起，結果卻是1+1小於2？這就是大家常說的組織谷倉效應，或者叫組織孤島。你可以想象一下，公司裡每個部門都像一座獨立的高塔，裡面的人個個是高手，但塔跟塔之間沒有任何橋梁，資訊跟資源都沒辦法流通，這就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潛力浪費。為了把耶魯這套方法徹底看透，我們今天的分析會分成5個步驟。首先，我們會先定義組織裡頭那些看不見的牆到底是什麼，接着深入耶魯大學的連結方程式，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再來，我們會分析成功協作的2種關鍵樣貌。第4步，檢視這種網絡模式到底帶來了哪些真實的影響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會提煉出一套行動藍圖，讓你聽完之後可以馬上帶回去實踐。好的，那我們就先從第一部分開始，組織內部那些看不見的牆。這裡有個很弔詭的現象，一間公司明明花大錢請來了一群最聰明的人，但他們卻常常被困在各自的專業領域或部門裡。這道無形的牆阻礙了不同專業之間的火花，也讓那些真正能夠改變遊戲規則的創新很難誕生。所以，這從來都不是人才不夠好，而是整個合作的結構出了問題。怎麼設計一個更好的合作模型，就成了一個非常關鍵的策略議題。那耶魯大學是怎麼面對這個挑戰的呢？接下來我們就來深入分析他們提出的解方，一個叫做教職員網絡的計劃。這個教職員網絡到底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就是一群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教職員，他們圍繞着一個共同的主題，組成一個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目標是去解決那些非常棘手的全球性健康問題。這裡有3個關鍵字，你一定要記住：長期、跨學科，還有共同主題。這就是整個模型能成功運轉的核心精神。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這個計劃是怎麼開始的？有趣的是，它並不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大概在8年前，它只是源自一小群比較資淺的教職員，他們單純是為了打破那種孤立工作的困境，所以自發性的組織起來。又過了幾年，第一個官方認可的網絡才正式成立。一直到今天，這個計劃已經擴展到15個不同的網絡，而且還得到了學校的官方支持。這個由下而上有機成長的過程是他成功的第一個重要啟示，因為它代表了這是一個真實的需求，而不是高層硬推的專案。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個模型的運作機制。它最強大的地方就在於它的彈性。它沒有一套僵化規定好的標準流程，反而是在實踐中慢慢演化出2種截然不同的協作模式。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第一種模式叫做結構化社群模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穩定的讀書會或成長社群，他們有固定的每月會議，專注在培養新一代的人才，幫助他們搞懂怎麼申請研究經費這種複雜的流程。它的目標是長期的穩健的發展。而第2種模式叫做動態響應模式，這就完全不一樣啦。它更像一個特遣隊或快速反應小組，他們的會議不是固定的，而是當某個特定的機會出現時才緊急召集。目標是快速而且有策略地把學術專業跟當下的政策需求直接對接，一個追求穩定，一個追求敏捷。這裡的關鍵洞見不是去比較哪一個比較好，
而是它證明了最成功的協作來自於策略性的彈性，而不是一套僵化的規則。講完了理論，我們總要看看實際成效嗎？接下來，我們就透過4個非常具體的案例，來看看這些網絡到底產生了哪些真實的影響力。這句話我覺得非常有力量，他是這麼說的：我們利用政策和法治鑽過了那道防火牆，將教職員的卓越才智及時地與真正需要它的人們連結起來。這就完美詮釋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動態響應模型，那個叫做 Begin 的網絡所做到的事情。他們真的把學術洞見轉化成了實際的政策影響力，而且還向高達16個不同的聯邦政府機構進行了政策簡報。誒，這個數字120以上，你猜猜看是什麼？這其實是另一個叫做病媒傳播疾病網絡的年度研討會來參加的人數。這就說明了這些網絡，它不只是一個內部的小圈子，它還有能力建立起一個充滿活力的大規模的知識共享社群，把它的影響力像漣漪一樣擴散出去。另一個很精彩的案例，來自全球外科網絡所舉辦的一場駭客松活動。你可以把它的流程看作是一套可以複製的創新食譜。第一步是定義問題，他們直接播放了一段來自非洲馬拉威合作夥伴的影片，呈現了一個真實世界的外科手術挑戰。第二步，召集跨界人才，現場聚集了來自工程學院和電腦科學系的老師跟學生。第三步，快速創新，所有人用駭客松的形式，在短時間內腦力激盪，產出具體而且低成本的解決方案。這整套流程完美示範了要怎麼快速連結不同的專業技能，去解決一個真實世界的問題。不過，現實世界總不會一帆風順，一個外部的衝擊就這樣突然來了。當時，頂尖期刊《自然》上的一篇評論文章揭露，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終止了770項研究補助，其中竟然有將近30%都集中在艾滋病的研究領域。這是一個突如其來而且帶有政治因素的資金斷裂，直接威脅到了科學家們多年的心血。就在這個危機時刻，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結構化社群模型Gartner 網絡，它的價值就完全體現出來了。它扮演了救生索的角色，正因為他們平時就已經建立起一個穩固的社群結構，所以才能夠迅速反應，非常靈活地利用現有的架構，卻提供一些試點資金，支持那些研究計劃受到衝擊的年輕科學家。這就證明了，這種網絡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建立整個系統的韌性，在風暴來襲的時候，成為一個保護關鍵工作的緩衝墊，或者說一張安全網。好，看完了耶魯這麼多精彩的案例，最重要的問題來了，我們自己該怎麼做？在最後這個部分，我們就把前面所有的洞見提煉成一套任何人都能夠實踐的影響力網絡行動藍圖。如果你想在自己的組織裡也建立起這樣的影響力網絡，可以參考這幾個原則。第一，從小處而且是有基地的開始，意思就是你不用等公司發文，找幾個志同道合的夥伴就能開始。第二，定義一個清晰而且能夠激勵人心的集體目標。第三，擁抱彈性，根據你的目標去選擇最適合的結構，看是要穩定的社群還是敏捷的反應小組。第四，專注在培養下一代的人才，因為這才是網絡能不能永續發展的關鍵。第五，建立像是研討會或駭客松這樣的平台，把專業知識跟真實世界的問題連接起來。最後，為韌性而設計，讓這個網絡成為一個能夠抵禦外部衝擊的強大支持系統。這就帶到了我們今天的核心問題：你的下一個連結可以創造出什麼樣的價值？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耶魯的案例告訴我們，真正的創新引擎，它不是來自高層的命令，而是來自一個精心設計的連結環境。它始於一小群有共同目標的人，透過彈性的結構，把專業轉化為影響力，並且為未來的不確定性預先建立了韌性。這套劇本不只適用於大學，更適用於任何一個渴望突破的組織。現在你可以想一想，
在你的工作環境中，那道看不見的牆到底在哪裡？而你是不是可以成為那個發起第一個連結的人？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